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那今天呢，我们主要来聊一聊欧易或者币安在买币的时候呢，它到底安不安全？这个问题呢，相信很多新手朋友们呢都是非常感兴趣的。大家都会想啊，我要是在交易所买币，用微信、支付宝或者银行卡付款，会不会有什么安全问题呢？这里大家别着急啊，我这儿慢慢的给大家解释。其实呢，在买币的时候呢，本身是没有风险的。要是支付宝或者微信给你提个醒啊，让你慎重付款，那你就直接取消买币订单，换个商家呢就可以了。那更不用担心呢，你给商家付了款，那商家却不给你币，那这种情况呢，基本上是不会发生的。接下来呢，我就以币安为例啊，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样买币才安全。如果说你还没有币安的一个账户，也不要着急啊，点击这个视频下方的一个描述栏啊，可以看到打开我的一个视频啊，你点开视频，这里有一个展开这个里面呢，就会点击一个更多，那这里面就有一个欧易和一个币安的一个注册链接，用我的注册邀请码TBNL8Q68进行注册，这样呢，咱们在后续的一个交易中呢，就能永久的享受一个20%的手续费优惠。这里你不仅在这个描述栏能找到链接啊，在评论呢这里打开呢也是能找到，第一条评论里面呢也是有一个注册链接的啊，大家细心的小伙伴呢相信都能找到。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回到币安的首页。首先呢，我们先回到它的首页，可以看到在右上角呢，这里有一个添加资金，我们点一下。这里主要是给大家讲怎么样买币才安全。这里我们选择上面这个 C2C 交易 ，OK， 这里呢它就直接带我们来到了这个交易的一个界面啊。点进来，默认呢它是让我们进入了一个自选区。我们在这个最顶上能看到，它还有一个快捷区，还有一个大众区。那这个大众区呢，主要是针对大额的交易啊，我们一般情况下是用不上的哈。还有一个快捷区呢，这个是直接你需要买多少，那这个平台呢直接给你匹配啊，不需要你去找。那一般情况下我们还是选自选区。现在呢，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呢输入我们要买的一个金额啊，这里我们买 USDT， 第一个是 USDT， 第二个呢是金额，点一下。比如说你要买多少人民币的，比如说我要买100人民币的，点击输入100，点一个确认。那这里支付方式呢，我们也可以选一下，这里有个支付方式，那有支付宝，有微信，有银行借记卡。这儿比如说咱们选择一个银行卡，点一个确认，或者说呢你想要用支付宝也是可以的，把这个银行给它取消。那选中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会有一个外面会有一个框啊，选一个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找到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商家。那首先呢，我们要选一个成交量比较大并且承担率比较高的一个商家。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综合的价格哈，有 7.12 的、7.13 的，还有 7.16， 还有 7.19 的，还有 7.20 的，高低都有。可以看到越往后它给的价格越高。第一个可以看到啊，财色兼收啊，它的承担量的话是2万多单，它的承担率是100%。就在第一个，我们点击它的一个头像进来看一下。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账户呢已经创建了758天了。那么它创建的时间呢还是比较久了啊，差不多两年多的时间啊，2年左右的时间。那它这个注册时间呢也算是比较久了，也是比较安全的。当然你还可以返回再找找其他的商家啊，比如说第二个1万多单啊，它也是100%。我们点它的头像进来看一下。那这个呢，它的账户呢已经创建也是500多天了，1年多接近2年的时间。那么咱们呢就可以尽量选这种啊，它的注册时间久，并且它的成交率呢也是很高的。这里点击上面左上角这个箭头符号返回。比如说我们觉得这个第一个可以，我们就点第一个，这里点一个买入。这里呢可以看到你的一个金额，按照你的金额或者按数量最顶上这里你也可以按数量来购买，也可以按金额来购买。那这儿呢我们要注意一下它的这里的限额是，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限额是10到100，最大呢就是可以买100。那如果说你想要买的更多的话，那你就可以去替换重新去找一个商家。先看一下它的限额。接下来呢，我们这里就直接点击下单。那现在呢，我们的订单就已经生成了。我们可以点击
右上角这里有个聊天，点进来一下。这儿我们先给它跳过，关掉，看看这个卖家对咱们这笔交易呢，他有没有什么要求？比如说一个实名付款啦，或者不要备注等等啊，这些都是比较基础的一个要求。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注看清楚这是不是最新订单的聊天记录。第二个，它的一个是不接受红包，直接转账，不需要备注，需要支付宝实名，必须和平台实名一样。他已经给我们发了一个要求啊，需要实名。这种情况下，我们都是需要实名的。当你注册了币安，用描述栏的链接呢去进行一个注册，注册之后呢，大家呢就直接点到手机里面去进行一个认证啊。用手机认证的话，它会非常的快也非常的简单。按照它的步骤呢，一步一步去操作就可以了啊。把你的身份证呢正反面需要上传一下，人脸识别啊，比如就是摇摇头啊、张张嘴，这样就操作就完成了。那我们认证过了之后呢，我们要保证我们的支付方式和我们的注册呢是同一个人。还没有注册的朋友啊，可以先去注册。那么确定订单没有问题后呢，我们还是点击右上角这里有个查看支付详情。这个时候呢，商家的姓名、银行账号、名称还有开户银行呢都已经显示出来了。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在中间支付宝这里呢，姓名这个后面有窗口拿号，不要转旧订单的号。这里呢，他说上方窗口取号，也就是说我们在聊天框这里可以看到，他也给我们发了啊，刚才的聊天框我们再返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打开手机的支付宝呢，就可以去对上他的一个账号啊。如果说银行的话，就对上输入他的一个银行账号，还有开户支行呢，对上之后呢，就可以手机银行 APP 呢进行一个转账。支付宝的话，就可以直接用支付宝去进行一个付款。那么有的商家呢，他可能会有一些查流水的要求啊，但是这个对于我们买卖双方来说呢，都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流程啊，都是为了双方的一个安全有个保障。所以呢，咱们在转完账之后呢，点击，那切记了，一定在转完账之后呢，再来这边点击一个我已完成付款，一定要在我们转完账之后啊，再来点击下面的一个我已完成付款，通知商家，我们就等待卖家给我们放币。那么接下来呢，我再简单的跟大家讲几个问题，这也是很多新手朋友们呢想要问的一些问题啊。首先第一咱们在买币的时候呢，用微信、支付宝或者银行卡付款，会不会封禁咱们对应的一个法币支付账号呢？那这个呢是不会的，封禁的唯一原因比如说你的钱不干净，你收到了黑钱，那你用你自己的一个干净的钱给别人付了，自然不会诱发一些安全问题。第二个问题支付宝给欧易或者币安里面的商家转账买币的时候呢，支付宝如果提醒我们有风险，那这个怎么办呢？这样其实我们也不用担心我们可以换一个商家那有时候我自己也会碰到这种情况这个就可以直接忽略，重新找一个商家就可以了。那只要咱们不是收到的黑钱，那咱们自己的钱付给别人的话，那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个问题呢，在欧易或者币安买币的时候呢，是用银行卡买比较好，还是用微信、支付宝买比较好呢？在这里呢，我统一推荐呢，大家可以使用银行卡来买，因为银行的风控呢比支付宝、微信做的差一点而且银行可以办理多张卡，你可以多个银行去办卡，但是微信、支付宝呢，咱们每人只有一个如果说封禁了就没有了，对我们日常的生活呢还是有些影响。第四个问题我们卖币的时候，咱们收款方式选择什么？这里呢建议呢，仍旧还是可以选择银行卡同时大家呢也可以像我刚才那样，在 C2C 交易里面呢，筛选完交易条件之后呢，一个一个的点开看一下商家的主页看一看，尽量找那些2024年以前注册的，承担量呢比较高的商家，注册的时间越久越长，承担量越高的商家呢，那就越安全。那么这里第五个问题为什么在欧易和币安里面会出现商家收优比商家卖优的价格更高的情况？那么商家为什么会做亏本买卖呢？这里大家注意千万不要和高价收你优的商家来进行交易，更不要在场外把币呢卖给你不认识的人。
那么高价收益背后黑钱的概率呢更大。那最后呢，我再提醒大家一点啊，投资呢有风险啊，大家都需要谨慎。好了，本期视频呢就简单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哈。大家如果还没有注册币安或者OE的呢，可以去描述栏或者评论区呢找到一个注册链接进行注册。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